全球各大媒体报道中国财经，我们团队为您整理总结。如果中国拥有者不出售股份，美国威胁禁止 TikTok。Reuters， 拜登政府已向 TikTok 中国拥有者为元祖跳动发出要求出售他们在该平台的股份，否则可能在美国面临禁令。美国官员和立法者担心中国政府可能会访问 TikTok 上的用户数据。TikTok 否认了间谍指控，并表示已在数据安全上花费了超过15亿美元。此外， TikTok 隐私政策的条款明确规定，美国用户数据存储在美国和新加坡。张忠谋，中国芯片落后台湾5到6年。Reuters， 台积电退休的创始人张忠谋 Morris Chang 表示，他支援美国减缓中国晶圆制造进展的努力。在台北的一次活动中，张忠谋强调，中国目前在该领域落后台湾5到6年，他预测全球半导体供应链将分叉。美国政府最近以国家安全问题为由，对华为等中国科技巨头施加了限制，并鼓励盟友减少对中国技术的依赖。分析，随着新冠疫情的缓解打开了中美关系的逃生路线，中国供应商竞相越南贸易战。Reuters， 继去年年底中国实施零 COVID-19 政策后，中国企业在2023年前50天内在越南投资了45个新专案。业内专家看到，较小的投资者浪潮由已经投资越南的大公司的供应商组成，特别是那些希望逃离中美贸易摩擦影响的公司。这些新公司正在探索在广泛的领域设立公司，并从越南的自由贸易协定及其与中国本土的接近中受益。中国工作力成本持续上升，以及美国对与中国高科技相关贸易的限制不断扩大，催化了这一进程。独家，台积电德国晶片厂谈判磨练政府补贴。消息来源 Reuters。 据匿名消息人士透露，台湾晶圆巨头台积电已与德国萨克森州就可能建造半导体工厂进行谈判，讨论已经转移到政府对投资的补贴上。台积电在2021年初宣布，他正在考虑在德国开设第一家欧洲工厂。欧盟还提出了欧洲晶圆法案，该法案允许政府向之前面临国家援助禁令的半导体工厂提供资金，以试图在大流行期间出现瓶颈后确保晶圆供应。一位知情人士表示，由于萨克森州的工作力成本高昂，台积电正在讨论补贴以换取建设其工厂。德国和萨克森州政府希望延长补贴，但也需要欧盟的资金。台积电已经承诺在美国建造一家晶圆工厂，投资400亿美元在亚利桑那州建造一座工厂，该工厂将使用先进的5奈米技术，同时还考虑在日本建造另一家工厂。如果建成，其德国业务可能会生产不太先进的晶圆，重点是汽车行业使用的晶圆。2021年，欧盟将台湾作为其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之一，通过建设新工厂来加强晶圆供应。3月6日，萨克森州官员在布鲁塞尔与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 Ursula von der Leyen 讨论了欧盟晶圆法。台积电去年12月表示，它没有开设欧洲工厂的具体计划。然而，今年1月，台积电首席执行官 C.C. 威表示，他的公司正在讨论根据客户需求和政府帮助在欧洲建立一家以汽车为重点的工厂的可能性。台积电无法就有关萨克森州的最新谣言发表评论。中国经济复苏不均衡将反映在大宗商品进口上。Reuters， 来自中国国民经济的数据显示，工业生产、零售销售和固定资产投资出现了令人鼓舞的复苏迹象，这对以钢铁生产为主的主要大宗商品的进口来说是个好兆头。基础设施投资的改善和房地产投资不那么疲软的迹象已经影响了中国的铁矿石进口以及钢铁产量，这一点将表明贸易部门的活动增加。然而，原油进口则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因为它们的数量远低于分析师的预期，预计未来几个月原油进口量将加速。谢谢大家收看中国财经简报。